人都会喜欢那种没有缺陷的，喜欢那种很主流的。应该虽然说他能够跟我一样，可能有更多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可能是不同，所以在我们身上的美好上方面可能会比较容易找得到。可是我会觉得说，我也很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一个健健康康、健全的人。我是周凯哥，然后我很喜欢旅游，也很喜欢吃美食，很喜欢到处跑跑照，很喜欢尝试各种没有尝试过的生活的一些冒险的活动。你大概都几点起床啊6点半， 6点半，固定的，没得赖床时间。为什么？就是居服员来，因为我起床跟睡觉都要人家抱我，哦，就只要躺上去床上跟起床都要人家抱啊，所以居服员他们都有固定的时间按表操课，时间到了就会抱我起床。对，因为他们帮我服完之后，他们还要接下一个班，所以居服员就是早上帮你起床。抱我起床，然后帮我用上厕所，然后衣服裤子穿一穿，然后抱上轮椅，然后我就去上班。然后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人住，所以我也很怕那种半夜的时候，假设我身体不舒服，人家挂急诊，我也是要打电话，然后跟朋友求救说带我去看医生这样。因为我也曾经也是也很不得已啦，对，但是还至少是有人可以愿意协助，我就觉得很感动这样子。小时候我都是爸爸妈妈带我，我从高中以前，我都住家里嘛，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我才去外县市读书。那在高中这之前，就是我都常常需要家人跟同学的协助。那我爸妈就告诉我说，人家没有意愿帮忙你，不管是谁，只要愿意帮忙你的人就好了。所以我小时候就是都在爸爸妈妈保护下，就是被教成说你什么都要说好，然后遇到事情就是如果不舒服的状态或抽血过量也是过了就好，自己负面能量自行吸收。然后到了其实大学之后，我就参加各种社团，然后也有一些与人更多的互动。我觉得这个转捩点很大，就是我会去思考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说要与不要，或者是甚至说好与不好，为什么我一定要全盘接受？你都可以自己觉得说，你要去哪个县市玩，或者说你今天要不要出门，下一个天要不要去哪里？为什么我都一定要听你的话？应该是说，我举例好了，我很久以前有遇过一个比较恶劣的居服员。那时候是我刚好离家背景来台北工作，好第1年第2年吧。然后那个督导就派了一个阿姨，她个性就是很大啦，然后讲话也是很酸溜溜。然后她就告诉我说，你都没有想过说，你就自己学着爬到马桶上吗？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抱你呢？你这样都不运动会越来越胖，你不自己爬吗？那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就是身体上没有办法，就是去完成这件事情，因为毕竟轮椅上到马桶有距离，我没有办法这样爬，因为我也没办法拿拐杖。你就是不运动啊，难怪那么胖啊，谁要协助你？然后我就跟督导讲，然后督导说我们没有能力了，你就忍耐。对，可是后来我觉得我还真不爽，我就往上投诉，那我就不要这家公司，我就换另外一家公司。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可以拒绝我，那我也可以拒绝他，我为什么一定要忍耐？透过社团一些生活上的历练，告诉我说，其实我值得做更好的选择。那交男朋友的经验呢？我交往过几个，可是我觉得一个最特别的是，因为对方也是听障，他是身体障碍者，那我是视障，那我们的生活模式就互相互补。就因为我当他的耳朵，他当我的手脚。像譬如说我们去外面一个3天2夜好的活动好了，那可能他在沟通上会有一些困扰，因为没有办法。他虽然有带助听器，可是与人沟通的这方面，便是说他没有办法直接性的沟通，他是看唇语，就你的嘴型，然后跟你打文字或者是有 paper 这才看得出来的。
那我就会去沟通。所以说他在沟通上方面全部都是我来的对了。然后在我的移位上方面，像洗澡或者是移位离开录影的上下床，都他协助我。所以我们的模式都处于在那种互相照顾的一些默契跟培养，我觉得很好，因为毕竟没有所谓的上下的那种区别。如果我今天只是人教我呢，教我觉得说哪一个人愿意，他的家长愿意那这样嫁给你或者跟你在一起呢？他会觉得说我们的条件永远都比人家差。但是当我的对象是他也是身心障碍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比较那条线拉的比较平衡一点，对，比较不会有上下的那个区分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们相处的模式都是一种很愿意协助对方，比较对等一点，对，比较对等一点。然后我觉得这个对象就是很特别，可是我觉得人都会喜欢那种没有缺陷的，喜欢那种很主流的，比如说可能就是身材要很好啊，然后他很完美啊，就是虽然应该虽然说他能够跟我一样，可能有更多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可能是不同，所以在我们身上的美合这方面可能会比较容易找得到。可是我会觉得说，我也很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一个健健康康、健全的人，因为我觉得说，我只是行动上不方便，但是我在其他方面，我觉得我也没有输任何人，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跟10亿人交往。对，那只是外在的，其实是让人家觉得你行动不方便。就像有些人也是因为视力不好戴眼镜，或是弱视，他可能是视障，可是他在其他的使用上的功能上，他没有受限，他是眼睛受限。那我觉得我只是事实受限，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的健康跟社交模式，我可以跟很多人就是做一些 social 的活动，我觉得我是可以的。个性只要合的人，我都可以这样尝试看看。应该是说，我对我的生活就是说，我想做事情，我一定要去做。我是不做，我没做我会后悔，所以我会做一些就是我做了不会后悔的事情。所以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一定会使命地把它完成。比如说呢？比如说那时候我很想去参加冲浪活动。然后我看大家都很想冲浪，我之前很想潜水，可是找不到适合的教练或适合的团体带。对，可是我又很想玩，我又很想体验，我就觉得说，不想一直参加那种室内活动，我比较喜欢户外冒险型的活动。可是冒险型活动不是我一个人独完成，可能需要一个 team 一个团队来协助这件事情，我才有办法完成。所以这需要一些沟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想完成的事情，我就一直努力想办法找到我想要玩到为止。可以聊一下你潜水的经验吗？你什么时候？我前2年有去绿岛玩水，那时候好像是这样跟我说，有了差不多五层楼高，但是我忘了几米，它是5层楼高。然后就是我觉得我遇到了一个，我第一次有的气瓶很顺利，第二次有的很不顺利，就是已经在很深的时候，面罩突然间有一点松开，我一直摇头，然后水已经有一点渗进到里面，但是教练跟我说，在很深的时候你不能直接上来，你的肺会破掉，越来越多的感觉，我就摇头，就很难呼吸。然后后来记得有一个教练是觉得说再压看看，还好那时候就真的里面的水有排掉，才让我又继续再潜水。所以我表示说，就是有惊无险，对，就是在水里面的一些不确定数很难去表达，对，所以有些风险，有些的户外游戏是有风险，
但是我觉得我在当下我是开心的，所以我很能够接受说，我可以开心的玩到死掉，但是我不可以没有玩到而死掉。同志身份跟身障身份阻碍比较多吗？我觉得两个都很有阻碍，因为都已经被贴上标签。因为如果是身障，它是一个事实，没有错，我就是一个身障，同志也是性向，也是一个事实。但如果身障就是同志的话，它是一个双重弱势，这两个同时加起来的话，会我们的应该说我的内在的压力会比较大。他都会认为说你是已经是身障了，本身找对方女朋友就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去找男人，就是他会觉得说你活着这个身障的范围就好好复健。好好运动，让你的身体好起来就好了。会被贴3个标签，就我们在后外不知好歹，会被社会上这样子说，你过得太幸福了。在台湾上，你看要求东要求西，双重弱势的时候，你就是我觉得最主要是我已经调整我的心态，心态先调试好，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对，我知道双重弱势的时候会遇到很多跟社会上不一样的眼光或者不友善的对待，但是我可以去找一个舒服的环境，或者舒服的人在一起，我不需要跟不舒服、不对盘的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选择。我觉得很多人都认为说我在激励别人，但是我不想让大家觉得说我是在激励别人，我是在做我自己开心做的事情。很多人对我说你很厉害。但我觉得我没有厉害，我只是在找我也可以跟大家一样享有平等的或者是共同的生活。虽然那生活其实不易，或者是需要更多的突破它，那是我愿意去找更多方法，但不代表说就是很多人就是长辈或长官，但会挂我说是生命斗士。或者是说激励天使，就是被这些贴上去，我觉得说我不是这样子的人啦，我在做我自己开心做的事情，只是用的方法需要更多的突破跟挑战。社会大众会认为说我们不容易了，然后就会被挂上说生命斗士，一点都不斗士，我一定要斗士嘛。